白鹿坦承不敢停，當紅明星的反思與行業困境。2026年2月，白鹿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出了一句看似平靜，卻讓無數同行與觀眾瞬間共鳴的話：現在的狀態，更多是不敢停下來。雙引號，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在娛樂圈這個以熱度、流量與曝光度為硬通貨的名利場裡，這句話像一面鏡子，照見了當紅演員的真實處境，也照見了行業運轉中長期被忽視的結構性壓力。採訪中，當被問到是不想停，還是不敢停時，白鹿沒有回避，也沒有包裝情緒，而是給出了極其清醒的判斷。這種不敢，並非情緒化的焦慮，而是一種建立在行業經驗之上的現實認知。回看他近幾年的工作軌跡，這種判斷並不誇張。僅2025年1年，白鹿就接連播出《白月繁星》《北上臨江仙》3部劇集，橫跨古裝、現實、情感等多種類型，同時還要兼顧綜藝、商務、品牌活動，行程幾乎無縫銜接。在錄製《奔跑吧》期間，節目成員曾透露，白鹿私下裡不止一次說過真的幹不動了，但鏡頭一開，通告一到，他仍然能迅速進入高強度工作狀態。這種嘴上喊累，身體照舊上線的狀態，正是當下頂流演員的常態。長期緊繃的工作節奏，很快反噬到身體層面。2025年，白鹿因突發性頭痛、頸椎問題多次就醫，體重一度驟降至86斤。外界看到的是瘦下來更上鏡，而他自己卻在採訪中直言，這是透支帶來的結果。更嚴重的是創作層面的危機感。他坦言，自己長期處於只輸出不輸入的狀態。我一直在往外輸出，如果沒有生活經驗的補充，只能不斷拿出重複的東西。雙引號，這番話在演員群體中引發了強烈共鳴。高頻進組、密集拍攝，意味着演員很難真正進入生活，觀察世界，最終只能在既有表演模式中反覆調用安全區。與許多演員不同的是，白鹿並沒有等到身體或口碑徹底失控，才被迫停下。他在採訪中明確提出調整方案：我會意識到要停下腳步，給自己一個緩衝。雙引號，按照他的規劃，2026年4月後將進入較長時間的休假期，並強調緩衝並非逃避，而是為了更高質量的回歸。這一態度得到了不少業內人士的認可。有媒體評價他沒有被熱度裹挾，始終把作品放在第一位，也有制片人指出，在頂流階段主動降速，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職業自覺。事實上，白鹿並非第一次嘗試慢下來。2025年10月新劇殺青後，他曾短暫進入休假中狀態，修改社交賬號簡介，向粉絲報備行程，分享日常生活，釋放出強烈的調整信號。但這種休整很快被新的工作安排打斷，原本計劃的半年休假被不斷壓縮，最終只剩下零散的空檔。這並非個人意志薄弱，而是行業慣性使然。在流量紅利尚存的階段，資本、平台與市場往往不願意給當紅演員真正空窗的空間。白鹿的坦誠發聲，在網絡上收穫了大量正向評價。不少網友認為，在最紅的時候選擇慢下來，本身就需要極大的清醒和勇氣。也有人指出，相比被消耗到失去選擇權，主動調整至少還能掌握節奏。粉絲群體的態度同樣理性而克制，走得太快就慢一點，別只趕路，多看看世界。雙引號，這種支持恰恰說明大眾對健康優先、拒絕消耗性輸出的價值認同正在逐漸回歸。白鹿的困境並非頂流專屬，
而是整個演員群體的縮影。此前，新人演員於因在採訪中提到，自己因拒絕穿指定服裝，就擔心被貼上耍大牌的標籤。這種小心翼翼，揭示了行業底層從業者幾乎沒有議價空間的現實。從新人到頂流，焦慮形態不同，但本質相同，都在被系統推着向前，很難真正停下。為避免創作陷入自我複製，白鹿已開始主動調整方向。他減少古裝戲比例，轉向現實主義題材，通過剪短頭髮、刻意曬黑、佩戴牙套等方式打破既有形象標籤，並公開表示未來希望嘗試懸疑劇反派等更具挑戰性的角色類型。他將自己的職業目標定義為讓人聽到名字就願意多看一眼的演員雙引號，並為此設定了清晰的自我要求，每一部戲都要比前一部更好雙引號。在當下內娛生態中，停下來從來不是一個中性詞。對普通從業者而言，停意味着被替代；對頂流演員而言，停意味着熱度空窗被市場遺忘，資本重新評估價值。正因如此，白鹿所說的不敢停，並不是個人性格使然，而是行業機制長期塑造出的條件反射。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不是演員不想休息，是這個行業不允許你放心休息。雙引號，平台需要穩定產出，資本需要可預測回報，觀眾被培養出持續見面的觀看習慣，最終壓力層層下轉，落到演員身上，就變成了必須不斷出現，不斷證明我還在，我還能。白鹿並非不自律，恰恰相反，他是典型的安全型勤奮，戲接得穩，曝光不斷，角色不出錯，卻也難以徹底突破。這種狀態在短期內對事業有利，卻在中長期極易形成創作惰性。不少業內評論指出，內娛正在陷入一個悖論：演員越紅，越不敢冒險，越不冒險，越容易被同質化。網友對此看得很清楚，不是他演不好，是他一直被放在同一個安全模具裡。雙引號，如果再連拍幾年古偶，消耗的不是觀眾，是他自己。雙引號，白鹿對重複輸出的警惕，恰恰說明他已經意識到這種結構性風險。一個現實問題是，為什麼是白鹿，而不是別人，敢在公開採訪中說出不敢停，被透支需要緩衝？答案並不浪漫。第一，他已經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擁有穩定觀眾基礎、代表作和商業認可，使他至少擁有表達真實感受的空間。第二，他的職業路徑相對清晰，不是靠單一爆款起飛，而是通過持續作品積累完成上升，這讓他更在意長期曲線，而非短期熱搜。第三，他已經真實地感受到繼續這樣下去不行，身體警報、創作焦慮、生活空白，這些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已經發生的現實。正如網友所說，能反思，是因為他真的走到一個必須反思的節點了。雙引號，值得注意的是，白鹿的減速宣言並未引發市場恐慌，反而收穫了大量理解。這說明觀眾的審美與期待正在悄然變化。過去，觀眾習慣用你最近沒戲等於你糊了來衡量演員，而現在，越來越多觀眾開始意識到，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你下一部戲準備好了嗎？評論區中有這樣一條高讚留言：我不需要1年看你3部劇，我只希望2-3年後再看到你時，你是真的不一樣了。雙引號，這種變化對整個行業而言，或許是一個緩慢但積極的信號。白鹿的選擇，表面看是個人職業規劃，實則拋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一個以消耗為默認模式的行業裡，
如何建立可持續的創作節奏？目前，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方式給出了一個方向。與其被動消耗，不如主動校準；與其等系統崩潰，不如先修復自己。需要強調的是，白鹿的停一下，並不是退出競爭。從他對角色選擇、形象重塑、類型探索的規劃來看，這更像是一次系統升級前的冷卻期。他想要的不是少拍一點，而是拍得更值得。這種態度恰恰區分了躺平式降速和戰略性緩衝。結語：不敢停的年代，更需要清醒的人。白鹿在採訪中提到，新年的願望很簡單：健康、平安。雙引號。在一個長期高強度運轉的行業裡，這樣的願望聽起來反而顯得奢侈。但正是這種清醒與自省，讓他的減速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成為一面照向行業的鏡子。當越來越多演員開始意識到，真正的長期價值不來自無休止的曝光，而來自持續生長的生命體驗，或許這個行業才會迎來真正的轉向。而白鹿至少已經先一步踩下了剎車，